承父母早逝的小可怜，被邻居帅哥哥养在身边，相依为命8年后，哥哥成了金融大佬，资产上亿，我跟着吃香喝辣，好不快活。谁知系统姗姗来迟，告诉我这是个言情世界，我哥是男主，我是炮灰男配。剧情里，我对女主一见倾心似缠烂打，她却和我哥两情相悦，我跟我哥反目成仇，最终被赶出家门，一无所有。听完系统的话，我如遭雷劈，难以置信地问：你说我和傅仲霄会因为一个女人决裂？系统安慰我：反正你跟他也不是亲兄弟，他只是为了报恩才把你留在身边，决裂就决裂吧，等任务完成，我们换个世界享福，还没人管着你，多好。我沉默片刻，问：在那个世界，我会比傅仲霄还有你吗？系统：当然，女主人在哪？我已经等不及对她一见钟情了。得知女主谢怀瑾现在金融街的一家打印中心，我当即开车过去。这家打印中心专门为上市企业 IPO 打印申报材料，在金融圈内鼎鼎有名，连我都有所耳闻。刚从电梯出来我就傻了眼。今天是上半年项目申报截止日，打印中心内人满为患，热闹的跟菜市场似的，忍受着肢体的摩擦碰撞。我穿过大厅，来到一间会议室前，我问系统：你确定女主在里面？系统：她同事昨天不小心弄丢了一份申报文件，她正急着找呢。你现在进去正好英雄救美。我敲了2下门后推门而入，里面满桌满地的文件，凌乱不堪。一个穿职业装的年轻女人正不顾形象地趴在地上，在文件堆里翻找着什么。旁边开着免提的手机里传来一道焦急的男声：还没找到吗？距离截止时间只剩不到6个小时了，还得走内部审批流程。要是今天报不上去，我们这几个月没日没夜的苦干就都白费了。这个项目要是黄了，我肯定第一个被开。怎么办？我不想回老家。我一愣，情况这么紧急，然后就听女主谢怀瑾呵斥道：闭嘴，冷静点。男同事立即被镇住了，他接着声音放柔，沉着道：你先稳住老板，1个小时内我会带着文件回公司，放心，今天肯定能报上。好，全靠你了。电话挂断，谢怀瑾抬头看向我，脖梗修长，美丽英气的面孔露出询问的神情。我露出一个无害的笑容。听经理说你丢了东西，需要帮忙吗？谢怀瑾不动声色地将我从头打量到脚，果断接受了我的帮助。听完他的描述，我也开始大海捞针。2人合力之下，没多久就找到了遗落的文件。谢怀瑾如蒙大赦，向我道过谢后，急匆匆离开打印中心。我跟出去，见他准备打车，提议送他一程。他确实赶时间，关掉大排长队的打车软件，再次道谢后坐进我的副驾驶。我一脚油门下去，眨眼就到了谢怀瑾公司楼下。卧靠在车边，看着他匆匆进门，转身朝我挥手道别，正准备试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有人叫我小红，我转头看去，是傅仲霄的朋友，新和证券的总裁郑艳秋，也是女主的大老板。郑艳秋衣冠楚楚，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长相斯文俊秀，手里捏着纸杯咖啡，闲适地望着我。我乖巧地叫了声艳秋哥。郑艳秋朝楼里看了眼，调侃道：你小子谈恋爱谈到我公司里来了，看我不跟你哥告状。我忙讨饶，他最近忙得很，这点小事就别拿去烦他了吧。郑艳秋要摸我的头，被我躲过了，他也不以为意，收回手笑眯眯道：小红长大了，知道心疼人了。我眨眨眼卖乖，我一直很心疼哥哥啊。郑艳秋答应帮忙保密。我回到家，佣人已经准备好了午饭，我独自吃完。下午参加了一场学校的线上讨论，接着查资料做作业。晚上10点半，我准时上榻休息。系统突然出声道：你不对劲。我问哪里不对劲？系统：你是不是太乖了点？照书里的人设，这个点你应该在夜店喝酒蹦迪惹是生非，为什么你躺在这里都准备睡了？我无辜道：对不起，让你失望了，要不我现在起踏。系统对我的高度配合感到满意，宽容道：今天就先睡吧，明天再叛逆也不迟。于是我继续和他聊了2句有的没的，很快沉入梦乡。睡到一半，我被走廊隐约的动静吵醒。傅仲霄的书房门半掩着，露出一线光亮，里面传来交谈声。我走过去推开门，叫了声哥哥。书房内的3男1女瞬间噤声，朝门口看过来。午夜时分，我穿着丝绸睡衣，哈欠连天，而他们每个人都衣冠齐楚，精神奕奕，正在为某个合同条款反复商讨斟酌。扶手椅上坐着的傅仲霄起身，大步朝我走来。他刚从谈判桌上下来，英俊深刻的五官丝毫看不出疲态，穿着一身合体的深蓝色西装，显得威严而庄重。他站在门口，高大魁梧的身躯挡住了灯光和身后人窥探的视线，垂眼看着我，温声道：怎么还没睡？我走上前，旁若无人地抱住他，下巴枕在他胸口，困倦地眨眼道：中途醒了，几天不见哥，你怎么又帅了？傅仲霄笑起来，抬起大手拍了拍我的背，轻声责备：多大人了还撒娇，切，明明很受用。书房里年轻的男下属见状大喇喇道：老板，这是你弟弟吧？长得真好看，跟艺人似的。另外2人闻言，同时朝他扔了个眼刀，让他赶紧闭嘴。傅仲霄没回答，侧过脸淡淡道：你们继续讨论。说完便揽着我带我回房间。我别过头想看看刚才夸我的人长什么样，奈何傅仲霄挡得严严实实，没看成。傅仲霄看着我躺回榻上，关了灯准备离开，被我牵住衣角。他回首看我：怎么了，小宝？明早起来是不是又看不到你了？我说。傅仲霄面上浮现出愧疚的神色，走到榻边坐下，长腿屈起，随意搭在榻沿。他垂手慢慢抚摸着我的头发，低声道：这次跨境说过事情比较多，没顾上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哥哥给你买。我侧身抱住他的手臂，依偎着道：我想要哥哥在这里陪着我，直到我睡着。傅仲霄有些无奈地笑了，纵容道：好，等你睡着我再走。我抱着傅仲霄修长结实的手臂，鼻尖萦绕着他身上熟悉的气息，恍惚间仿佛置身从前筒子楼的木板榻上，窗外雷雨交加，面前傅仲霄的胸膛皆是滚烫，让年少的我无比安心。睡意沉沉袭来，我对傅仲霄说：哥，告诉你一个秘密。傅仲霄轻声问：什么秘密？我冲他小幅度招了招手，他好笑的俯身把耳朵凑到我嘴边，
我嘴唇一张一合，用气声说：“哥，我有喜欢的人了。”傅仲霄身形微滞，慢慢转头看向我，我费力的抬眼回望他，露出一个醉酒般傻乎乎的笑容，随即撑不住的合上眼皮，酣然睡去。第二天一早起踏，家里不见傅仲霄的人影，佣人说他已经去公司了。我有些失望的哦了一声。吃早餐时，桌上放着一份草莓芝士蛋糕，好像是一家名店的新品。听司机说是先生亲自从香港拎回来的呢，专门为小红你买的。蛋糕口感清新细腻，我吃了半块，没什么胃口的搁下了，剩下的放冰箱吧，我晚上再吃。好的，今天上午有节选修课，我在车库挑了辆辉腾开去学校。红灯前。沉默许久的系统突然出声，吓我一跳，你竟然是个歌宝男。我莫名从中听出了一丝沧桑，忍笑道，我没有，你别瞎说。系统激动道，我拉了一整晚时间线，你别想骗我，我不过晚来了8年，你怎么人设崩成这个样子？开什么辉腾？你应该开着阿斯顿马丁炸街显摆才对，低调这2个字不应该出现在你的字典里啊。看来书里的我纯是现眼包暴发户做派，难怪女主看不上。我安慰道，我什么人设不重要，重要的是兄弟相争的剧情吧。系统沉默良久，道，你说的对，一目了然的双箭头缺乏悬念，还是修罗场更有风味，只要能达成预设的结局，过程越激烈越好。打起来，我勾勾嘴角。转眼到了大学路，车驶进全国 TOP 3大学数目葳蕤的门庭，系统震惊道，别告诉我你在这儿上学。我谦虚道，忝列其中，运气好罢了。刚到教室，沈瑞就跑过来找我，兴奋道，任红，你哥是不是要收购安国的第一银行？牛逼啊，华尔街日报都报道了。我去了他一眼，他立马转小声，经济学院那帮人都在讨论这事儿，你哥是他们的大学长，给他们得意坏了。我爸还打算请你哥回来做演讲呢，他估计没时间。我说最近我都不怎么见得到他。也是，他说那你问问你哥这次准备捐什么？我看足球场草皮该换了。滚蛋！我说傅仲霄的米又不是大风刮来的，那么多校友，让你爸别可着一个人薅。沈瑞哈哈大笑完，突然压低声音鬼鬼祟祟道，你哥这么忙，还有时间给你找嫂子吗？我家里几个姐姐妹妹都挺欣赏他的，你哥喜欢什么样的？要不咱俩给牵线。我似笑非笑的看着他道，他喜欢乖的。他听了喜笑颜开，这好办，我那个当老师的小姨是标准乖乖女。我继续说，最好长得像刘亦菲。他立马面露为难啊，我笑道，骗你的，我哥只喜欢工作，你别白费功夫了。上完课，我坐上车还未开动，手机上收到一条消息，谢怀瑾，任先生你好，托你的福，我们的项目成功报上去了，特来跟你报喜，改天请你吃饭。我想了想，回道，别改天了，就今天吧，我去新河证券找你，一起吃午餐。过了会那边发来消息，我现在不在新河，在恒丰资本参加另一个项目的路演，中午有1小时休息时间，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在附近随便吃点。我盯着恒丰资本看了几秒，回复 OK。恒丰资本位于本市最顶尖的高级写字楼里，我在大堂做完访客登记，乘电梯上楼，电梯门打开，傅仲霄的秘书等在外面，见我便笑道，小红来找哥哥吃午饭的吧。傅总还在忙，我先给你们订餐厅。我笑笑，将手里的茶点递给他，工作辛苦 Ada 姐，餐厅先不着急订，我让 Ada 去忙。自己随意逛了逛，经过一间会议室，里面一个穿格子衫的眼镜男正对着 PPT 卖力演讲，底下坐着恒丰的一个投资总监和好几个穿职业装的男女。我轻轻敲了敲玻璃墙，墙边一个脖梗修长的年轻女人转过头，看见我，脸上露出意外的神情。谢怀瑾跟旁边的同事说了几句话，起身出了会议室。任先生真是神通广大，他笑着说，还有你进不了的地方吗？我也笑笑，叫我任红吧，朋友们都这么叫。他从善如流。任红，见过合伙人了吗？我问。他摇摇头，指指身后走廊尽头的一间大会议室，从我们早上过来起，他们就在里面，好像是收购遇到点问题。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巧的首饰盒递给他，预祝你的项目成功 IPO。他愣了一下，忙推拒道，你太客气了，你帮了我那么大的忙，应该我送你礼物才对。我将蓝色的丝绒小盒打开，取出里面的手链，轻柔但强硬地拉过他的手，替他戴上。谢怀瑾显然勤于锻炼，绷紧的手臂有明显的肌肉线条，感觉一拳能打死一个猥琐男。镶着小小钻石的银色手链很衬他的肤色。我收回手插进兜里，朝他莞尔道，昨天在咱俩素不相识的情况下，你能信任我，把职业生涯托付给我，不得不说你让我对人类又多了点信心，不送你点什么赞美一下，这人间真情属实说不过去。谢怀瑾被我逗笑了，没再扭捏，爽朗道，好吧，那我就却之不恭了，等会儿请你吃大餐。我和谢怀瑾谈笑之际，走廊尽头会议室的门打开了，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出来，为首的傅仲霄边走边跟身边人说着什么，神色冷肃，骤然瞥见我，他眸光微闪，棱角分明的嘴唇流露出一丝笑意。我也注意到他，挥了挥手，哥。傅仲霄大步走过来，温声道，什么时候过来的？等很久了。我摇摇头，来见朋友，约了一起吃午餐。傅仲霄这时才注意到我面前的谢怀瑾，看见他手上的首饰盒，微不可察的皱了皱眉，随即和颜悦色道，你好，我是任红的哥哥傅重霄。谢怀瑾强压下震惊和忐忑，得体的做了自我介绍。傅仲霄转向我，理所当然道，谢小姐有工作在身，想必没空陪你吃饭了，和哥哥一起吃吧。谢怀瑾两边看看，小声说，吃饭的时间还是有的。这时会议室里的投资总监正好推门出来，对谢怀瑾道，谢小姐，我还有几个财务问题想请教，中午边吃边聊吧。餐厅里，我吃着饭默不作声。傅仲霄看了我一眼，笑着问，生气了没？我闷闷地说，又不是你让那家伙叫走他的。傅仲霄脸上笑意淡了些，说，你说有喜欢的人就是他。我慌忙要去捂他的嘴，红着脸道，别瞎说。傅仲霄静静凝视我片刻，拉下我的手，皱眉道，你和他昨天才认识，这么快就喜欢上了，你对他了结多少？我惊讶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我们昨天才认识？你查我？傅仲霄反问，你怕我查？我被他的蛮不讲理气得说不出话，瞪了他一眼，低下头一声不吭地拿筷子戳碗里的肉。见我为了外人跟他置气，傅仲霄情绪也不好，过了半天才开口解释，没查你，早上开电话会 Raboledge 那边有人在打印中心看到你和谢小姐，跟我提了一嘴。Raboledge 是傅仲霄投的一个街头品牌，今年也在筹备上市。傅重霄带我去他们总部玩过几次，我跟几个创始人都很熟。闻言我一愣，嘟囔道，那你不早说？傅重霄眼风一扫，
我立马滑跪，眼巴巴道：“哥，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傅仲霄冷哼一声，胳膊肘往外拐的小混账，白养你了。圆形餐桌边，我们座位相邻，见他一脸不高兴，我讨好的凑过去搂他脖子。傅仲霄慢条斯理的拿起水杯喝水，故意不理我。哥，你看我，看看我嘛。见他没反应，我沮丧作罢，正要坐回去，突然间一双大手握住我的腰，将我转了个个儿。我惊叫一声，下一瞬就跌坐在了傅仲霄腿上，抬头对上傅仲霄含笑的凤眸，我心有余悸的猛捶了一下他胸口，发什么神经？吓我一跳。他开怀大笑，后仰靠上椅背，姿态慵懒的瞧着我道：“你小时候不是最爱坐这儿吗？我晚上加班你一个人睡不着。”爬到哥哥腿上，睡得跟小猪仔似的，口水流得我胸口都是。我羞耻得面红耳赤，叠着双手去堵他的嘴，凶巴巴道：“你再说，我就把你光着膀子穿老头背心的照片发你们公司论坛去。”傅仲霄眨眨眼，举起双手投降，我才放下手，他便一本正经道：“基于你哥头脑的人已经很多了，还是别再拿你哥的肉体诱惑他们了。”我眼睛瞪得浑圆，傅仲霄，你不要脸！打得闹闹之际，门被敲响2声，服务员端着托盘进来，打扰了。看清包厢内的情景，女孩明显一愣，紧接着脸疼得涨红，磕磕巴巴道：“您点的草莓奶昔做好了。”我见状想坐回原位，刚起身就被傅仲霄按回腿上，他微抬下巴，淡淡对服务员道：“放这儿吧。”服务员走后，包厢里有片刻沉默。我端起奶昔喝，感觉身下傅仲霄的大腿硬邦邦的，刚挪了挪，就被傅仲霄拍了一下屁股。他沉声道：“别乱动。”我从杯沿上方不满地飞了他一眼，他含笑看着我，我一口气喝完奶昔，放下杯子。傅仲霄问：“好喝吗？”没等我回答，他抬手用大拇指抹去我嘴唇上的奶昔，拿舌头舔了一下，还不错。我一边烦他还拿我当小孩对待，一边忍不住脸热，撇过眼东扯西拉道：“傅仲霄，你自己不谈恋爱也不让我谈，哪有你这样的？”傅仲霄脸上笑意淡了些，大手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我的手指，缓缓道：“没不让你谈。一见钟情的风险很大，哥哥是怕你受伤。”我认真地看着他说：“谢小姐人很好的。”傅仲霄凝视我片刻，温和道：“是吗？不管怎么说，你们认识的时间还太短，答应哥哥，先从朋友做起，等了结清楚了再考虑别的，好吗？”我不情不愿地应下了。傅仲霄笑着摸了摸我的头，乖。吃完饭，傅仲霄回公司开会，我直接从停车场开车回家，临走给谢怀瑾发了条消息，半路上收到回复：“抱歉，本来都快收尾了。恒丰那边突然兴趣很大，我也没想到，下次一定请你吃大餐。”我回复他，看来是我送的手链发挥了作用，加油，争取请我吃庆功宴。放下手机，就听系统凝重道：“不对劲。”我无奈道：“又怎么了，我的大小姐？”系统，我怎么感觉男主对女主有敌意？我讶异道：“你确定不是好奇是敌意？”系统，是的。我哈哈大笑。系统警惕道：“你笑什么？你不会是……”我正色道：“慌什么？你一个言情系统，不了解言情文的套路吗？傲慢与偏见总看过吧？两个主角一开始互看不上眼，却难以抵挡对方的致命吸引，不断拉扯，最终克服自身局限相爱，这不比一上来就看对眼来的精彩？”系统沉默了，感觉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我趁热打铁，沉痛道：“你不要让我觉得你是个没有品位的系统。”系统立刻道：“我又没说这样不好，你别污蔑我。”我嗯了2声。我相信你。这天过后，我又连着1周没见到傅崇霄。M 国第一银行收购谈判进入最后的决定性阶段，两边的团队都在为达成交易全力以赴。傅崇霄直接飞去现场坐镇了，男女主感情线迟迟没有进展，系统心焦不已，跟我抱怨：这么忙还怎么谈恋爱？他这样真的能带给女主幸福吗？我一边看书一边随口安抚了他几句，突然接到谢怀瑾打来的电话，我接起来，那边背景音很嘈杂，谢怀瑾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僵硬。任红，你休息了吗？旁边有个男的说：小谢，喊他过来玩嘛。接着一堆不怀好意的起哄声，我挑了挑眉，问：你在哪？旁边是什么人？谢怀瑾说：是同事，我们在聚餐。我起身朝车库走去，地址发我去找你。到了 KTV， 穿过光怪陆离的走廊，我在一个小包厢里找到了正在被灌酒的谢怀瑾，他旁边坐着一个男生，耷拉着脑袋，看起来已经醉了。我一下想到上次电话里说着不想回老家的那个人，灌他们酒的几个男的看起来人模狗样，见我进门眼睛一亮，哟，这是哪家的小少爷？走错包厢了，留下来和哥哥们一起玩啊！我低骂了一句傻逼，撸起袖子就要揍人。这时谢怀瑾喝完一杯酒，啪的放下杯子，两颊酡红的看向我，大声道：任红你来了，傅仲霄送你来的，你可真有个好哥哥。他说着一把拽起旁边喝醉的男生，东倒西歪的从几个沙逼男身边挤过，踩了好几个人的脚，等来到我身边，他转身爽朗道：前辈们，大冒险我也完成了，那我和徐朗就先走了，今晚很愉快，明天公司见。沙发上的几人从听到傅仲霄的名字起，表情就和旋转灯一样五颜六色，闻言连声应和道：好，去吧。谢怀瑾轻声对我说：走吧。回到车上，徐朗被安置在后座，谢怀瑾坐在副驾驶，人还算清明，双手合十冲我道歉：对不起，利用了你和你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我不以为意道：这有什么？朋友之间不就是利用来利用去的吗？还是说你没把我当朋友？谢怀瑾闻言愣了好一会儿，笑着说：你这人可真有意思。我也笑了，谢谢夸奖。谢怀瑾是个有主意的人，别的我也没多问，把他俩安全送到家，我就功成身退了。回家路上想到家里没人，突然有些泄气。系统撺掇：怎么样？不如叛逆一回，明天再做你哥的乖宝宝。我从善如流，正好路过酒吧街，挑了家清吧进去喝了一杯，好久不沾酒精。从高脚凳上下来时，我脚底直打飘，叫了代驾把我送回家。车停在大门口时，我都没法自己走下车，只好等着佣人出来扶我。我闭着眼靠在后座上，昏昏沉沉间有人拉开门，那人在门边静静看了我几秒，才俯下身来抱我，鼻尖嗅到熟悉的气息，我掀起眼皮。傅仲霄轮廓锋利的侧脸映入眼帘，我眨了眨眼，眼中水光潋滟，哑声道：哥。傅仲霄一言不发地抱着我进屋，往楼上走，表情很冷，一双大手却稳稳拖着我，珍重的好像我是什么不容有失的昂贵瓷器。我把脸贴在他胸口，依恋地蹭了蹭，黏黏糊糊道：哥，我好想你。傅仲霄胸膛起伏2下，恨铁不成钢道：现在想起我了，你为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在外面借酒浇愁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哥哥知道了有多伤心？我被他凶得呆住，压根没理解他的意思。
只感到一阵巨大的委屈袭上心头，顿时眼圈一热，眼泪像开闸的洪水往下淌。傅仲霄见状不由哽住，进了房间，将我轻轻放到榻上，沉默地拿纸巾给我擦眼泪。我赌气地推开他的手，他也不生气，一边继续擦一边低声哄道：“哥哥错了，不该凶小宝，小宝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哥哥吧。”我泪眼朦胧地瞪了他一眼，抓着他的肩膀，把眼泪鼻涕全往他西装上蹭。傅仲霄哭笑不得，伤敌1000自损800。我蹭完头更晕了，抵在傅仲霄肩上动弹不得，让我缓缓。傅仲霄抬手慢慢捋着我的后背，半晌低声道：“你就那么喜欢他？看见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你就难过到要买醉？”我晕晕乎乎的想，你在说什么？喜欢谁？我喜欢的一直是你啊！我撑着他的肩膀，勉强抬起头。傅仲霄垂眼看着我，英俊的脸上神色有些落寞。我模模糊糊感到心中一痛，抬手抚上他的脸，轻声道：“哥哥别伤心，我会永远陪着你的。”傅仲霄眸光微动，将我按进他怀里，收紧手臂，滚烫的气息喷洒在耳畔。傅仲霄低声道：“你是哥哥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别骗哥哥。”我在他怀里乖顺的点头，偏过头在他脸侧轻轻吻了一下。傅仲霄身体僵硬一瞬，分开了些，眸色沉沉的看着我：“为什么亲哥哥？”我迟缓的眨动眼睛，哥哥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人。傅仲霄闻言，胸膛剧烈起伏，久久凝视着我，突然一低头，重重吻了下来。傅仲霄的吻和他的个性一样强势，充满侵略性与掌控欲。房间里充斥着暧昧的水声，我被吻得喘不过气来，脸上红云乱飞，浑身发软的倚靠在他怀里。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但我从未做过如此真实的梦，让人不愿醒来，想要就此沉醉下去。第二天一早，我独自在榻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召唤系统。在吗？在吗？昨天晚上到底是我做春梦，还是傅重霄真的亲我了？系统，我怎么不说话？系统，我 M 100人民币井号@，诡计多端的男童，我竟然信了你的鬼话，觉得你是真心想要完成任务。系统，你从一开始就不准备按剧情走，对不对？你这骗子，你利用女主刺激男主是为了自己的私心，你卑鄙无耻，男主是女主的，你别想抢走，我也不辩解，嗤笑一声，是吗？那就走着瞧。这个时间，傅仲霄应该在吃早餐。我无视系统的控诉，跑下楼，临近餐厅时刻意放缓脚步。餐厅没人，我不由一愣。路过的佣人问我：“怎么了，小红？我哥呢？”我问：“先生一早就去机场了。”我表情僵住，待在原地。系统立刻发出无情嘲笑：“哈哈，他肯定是后悔跑路了。”我很快收拾好心情，平静地吃早餐。系统沉默片刻，道：“你说你何必呢？费尽心机，最后搞得兄弟都做不成。”我说：“我乐意。”系统，昨晚是傅仲霄单方面的冲动行为，你仅可以装作断片接过，现在回到正轨还来得及。我不要。系统使出杀手锏，完成任务就能去另一个世界。你不想变得比傅仲霄还有米吗？我不想。系统，早饭后，傅仲霄的秘书 A 到来取他昨晚签好的文件，我去书房拿给他，无意中翻到一份文件，封面写着百乐路印刷厂宿舍开发建议书。我一愣，这不是筒子楼所在地吗？建议书是开发商写给业主的，措辞诚恳，希望能买下这块地皮，用来建高档小区，给出的条件十分优厚。印刷厂早已倒闭，宿舍所有权不知流转到了何处。此刻这份建议书躺在傅仲霄的书桌上，答案昭然若揭，他竟然悄悄买下了我们曾经的家。我照常去学校上课，只是出学校时换了辆车，我循着记忆往百乐路开，一路思绪纷飞。等红灯时，旁边非机动车道上有个骑自行车的男生，用力蹬着车，白衬衣背后被风鼓起，记忆里有着相似的场景。念初中时，傅重霄每天傍晚都会骑自行车来接我放学，回家路上要经过一座天桥，我最喜欢下天桥的那段斜坡，橙红色的夕阳在远方沉没，自行车劈开风，飞驰而下，我眯着眼坐在后座，发丝飞舞，耳边嗖嗖风声，眼前是傅重霄翩飞的衣摆和宽阔的背，短短几秒却是一天中最快乐放松的时刻。当时我不知道傅重霄是什么男主，也不知道他日后会如此显赫，那些分食一碗面的拮据日子一去不复返，如今不论谁见了我都会以为是家中教养长大的小少爷。傅重霄身上的上位者气场更是浑然天成，但我很清楚，后来的这一切不过是锦上添花，世界的最初只有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系统缺席了那段时光，所以不明白我在傅重霄心中的分量。为了不失去我，傅重霄会心甘情愿做任何事，就算我直接开口向他求爱，他也一定会给我，但我不想要那样，我想要他认清自己的心意，主动向我走来。印刷厂宿舍没有预想中破败，门口的大铁门半新不旧，穿着制服的保安大爷背着手跟进出的住户打招呼。闲聊时他说，住这儿的人都不富裕，业主心善，给减免房租，有带小孩进城打工的，还给小孩安排上学，专门有人负责这事儿。大家都很感激，往里走，几栋筒子楼修缮翻新过，空地上晾晒着踏单衣物，充满生活气息。踏上记忆中光线阴暗的楼梯，穿过堆放杂物的走廊，我站在了熟悉的红色木门前，我敲了敲门，没人应。我迟疑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铜钥匙，插进锁孔里，门锁丝滑地打开，好像今年的养护润滑就为了此刻。尘埃落定，里头的家具摆设一如从前，挂历上的刘亦菲如记忆中一般冲我微笑，就好像我只是出门上学一趟，回家时一切都没有变。我走进卧室，窗前的白纱帘恰好被一阵风吹开，我好像琥珀里的昆虫，迎着夕阳睁开了眼。房子里的生活用品很齐全，我顺理成章地住下了。晚上躺在木板榻上，我枕着手臂跟系统闲聊，你猜傅重霄找过来要多久？系统经过故地重游的震撼，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此时听见我发问，系统小声嘀咕，可怜的傅重霄被这家伙玩弄于股掌之中。系统，1周起码3天，他在安国忙着签协议呢，派来跟你的人又被你甩掉了，肯定没那么快，是吗？我说，那我们明天找找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吧。系统，车底摆烂，有这心态什么事做不成，活该男主是你的。筒子楼不隔音，隔壁洗衣机的噪音能听得一清二楚。纵使如此，我还是睡了黑甜的一觉。醒来时神清气爽，我拿起手机，忽略了几通未接电话，点开新闻软件，恒丰资本与安国第一银行于昨日签署最终协议的消息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我忽略情绪澎湃的报道文字，点开一张签字现场的照片，巨大的双语横幅底下
傅仲霄和一个棕发蓝眼的安国人并排坐在长桌后，友好地向记者展示签好字的文件。傅仲霄英俊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看起来从容不迫，风度翩翩。我把照片放大，仔细去看他的脸、脖梗、肩膀和手。片刻后扔下手机，翻身下榻，一把拉开衣柜的门，里面挂着几件傅仲霄的旧衬衣。我捞起一只袖子，埋手进去，深深一嗅，陌生又熟悉的气息像一条湍急的河流穿过了我，带起我体内的潮涌。我抱着衣服回到榻上，宽大的衬衣罩住我的上半身，晨光透过白色的布料轻柔地洒在我脸上，我周身都是傅仲霄的气息。我闭上眼，回忆着方才照片里的细节，手缓缓向身下探去，口中轻声呢喃：傅仲霄。有人说世界上最短的咒语是一个人的名字，也许确实如此。我攥着傅仲霄的旧衬衣，面色潮红，情动不已。朦胧间听见门锁打开的声音，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过后，日思夜想的人风尘仆仆地出现在门口。小宝，我后来才得知，傅仲霄情绪上头吻了我后，一个人在书房抽烟到天亮。他是临时打飞的回来的，团队还在安国那边等他。走前，他嘱咐保镖将我盯得更紧些，有什么异样第一时间向他汇报。于是保镖们失去我的行踪后，立刻通知了他。傅仲霄当时在签字仪式上，心中登时翻江倒海，强压着心绪走完流程。他火急火燎地飞回国找人。从 AD 处得知，我从他书房出来后情绪不太对，他顺藤摸瓜，快速推断出我的去向。来的路上他都想好了，先诚心诚意道歉，如果我不接受就下猛药。你和哥哥相依为命这么多年，舍得不要哥哥吗？放我走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别想，不管怎样都要将我捆在他身边。他庆幸自己当初赚到第一桶金就将筒子楼买了下来，如今也对他有利。他吃准我心软念旧情，所以应该会原谅他的吧。就这么一路七上八下的到了旧家门口，商场上杀伐决断的人竟然有些踌躇不前。恍惚间好像听见我在里面叫他，傅仲霄浑身一震，一把打开门，大步流星的往里走。小宝，话音未落，便看见他真知重之的我躺在我们曾经卧室的木板榻上，身上披着他的旧衬衫，两条雪白的长腿敞在空气里，肌肤泛着粉。听见动静瞥过来的双目隐隐似含泪光，嫣红的双唇猫似的叫着他的名字，傅仲霄。傅仲霄呆愣在原地，脑中轰然作响。我用脏了的手轻轻拽住傅仲霄昂贵的丝绸领带，他顺着力道俯下身来，哥哥，疼疼我吧。傅仲霄的眸色陡然变深，以傅仲霄的头脑，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我和谢怀瑾之间是怎么回事。他不仅不生气，反而更加兴致高昂。木板榻的嘎吱声响了一天一夜。又一个清晨到来时，我在傅仲霄怀里醒来，眼前人睡脸宁静，英挺的眉目都舒展开。我抬手摸了摸他下巴上青色的胡茬，他还未睁眼便先笑了，哑声道：小宝。我嗯了一声，凑过去吻了吻他的唇。他睁开眼，凝视我半晌，低头回了一个湿漉漉的长吻。最后我喘不过气地推开他，面红耳赤道：起榻，我要回家洗澡。他抵着我的额头，温柔道：好，我们回家。后面的发展系统依旧没眼看，每天都在跟我抱怨任务怎么还不判定失败。他真的不想再看我们这对狗男男甜甜蜜蜜了。半年后的某天，我和傅仲霄在海岛度假，我在沙滩上戴着墨镜看书时，突然听见他说：咦，女主感情线动了。我好奇道：和谁？系统，星河证券总裁郑燕秋。意外又不意外，我记得几个月前和谢怀瑾一起吃饭，他告诉我 KTV 那晚后他思虑再三，向公司的反职场性骚扰部门举报了那些人。他这么做只是想对自己有个交代，但结果超出预期。第三方中立机构出具调查报告后，公司依照相关规定解除了那几个人的劳动合同，并进行全公司通报。这件事让他觉得他是在一家正直的公司工作。从那时起，我听他提起大老板郑燕秋的次数就变多了。又过了半年，谢怀瑾当初负责的项目成功 IPO， 我和傅仲霄都参加了星河证券举办的 After Party。中途我嫌宴会厅人多，和谢怀瑾一起跑到露台上躲清静，靠在栏杆边，遥遥望着水晶灯下聊天的郑燕秋和傅仲霄两人。我突发奇想地问：假如没有郑燕秋的话，你觉得我哥怎么样？谢怀瑾笑着看了我一眼，说：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他时，听见他在你面前用哥哥指代自己，这个人的形象在我心里就定死了。我问：什么形象？谢怀瑾凑到我耳边悄悄说：四弟控。我们相对哈哈大笑，听累的傅仲霄若有感应地看过来，冲我挑了挑眉，和郑燕秋一同朝这边走来。头顶的夜空星斗蓝干，晚风吹拂，幸福就在不远处。